在谈论世界局势时，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这并不是官方的一次简简单单的宣传，而是切切实实正在上演的事情。世界的格局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在这样的一个变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位置的变动及其带来的影响。而与之一同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叠，全球格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人们对于中美位置互换的预测。不久之前，世界经济论坛专家援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数据指出，2020年底按当前价格计算，中国 GDP 约为15.2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0.2万亿美元。到202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超越将比此前的预测提前5年。本以为这样的提前就已经够不可思议了，但是日前又有一位俄罗斯专家对这一预测时间再提前。俄罗斯欧亚研究与支持青年倡议研究所所长尤里萨蒙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他表示，现在中国发展迅猛，从各方面看，它已经对美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中国正在非常有计划地走出危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表明，中国将在2023年最终成为全球领导者。这并不仅仅指的是经济领域，萨蒙表示，这将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得到体现。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也表示质疑：中国的发展真的有这么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中国发展快，倒不如说是美国衰退的太快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激化放大了美国的国内矛盾，包括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以及代际矛盾，如美国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混乱事件，又如在经济领域，美国的颓败之势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态势。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落差，美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反而试图通过遏制中国发展来保住其世界第一的宝座。俄罗斯专家指出，美国已无法通过和平的手段来阻止中国，其试图通过像瓦解苏联那样对中国故技重施，如使用军事政治手段，包括组建同盟、控制商品流通线路以及对中国的挑衅。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在中国这里等待美国的恐怕只有失望。如果美国非要逆潮流而为，等待美国甚至是世界的将会是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近日，越南媒体梭哈援引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一篇报道，仔细看下来就一个重点：中国海军了不得，背后还有令人吃惊的存在，一种 X 因素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建立新军事力量，甚至成为美国都恐惧的存在。先不说让美国恐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存在，就越南媒体这么认认真真的发表这样一篇报道，着实令人惊讶。不会是有人说瞎话，竟然还有人真的认认真真的相信，并且被吓到吧？这样人还怎么说？只能是越南媒体现在越来越有点向印度靠拢了，估计确实在印度取了不少经。X 因素究竟是什么？其实说到这里，令人就十分好奇这个 X 因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居然让越南人相信了美国的瞎话呢？不过仔细想想，如今其实美国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只是美国忘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已。就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说法，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但是中国依然在积极建造海军军舰，比如水面战舰、潜艇、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和新一代战斗机，如今又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基础设施或者重要路径。就这句话来说 ，X 因素并没有什么很神秘的，说到底也就是中国造船的基础设施。但是这个建造能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想当初在二战时，美国那时建造能力究竟有多可怕？虽然近些年过于放松，没有再建造那么多舰船之类的，但是拿这事说中国就确实有点过分了。而且美国还忘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即便拥有数量最多的舰船，但是在吨位上却依然比不上美国。毕竟美国呢是一艘航空母舰，在前面对比，中国目前只服役了2艘就显得有点小可怜了。不仅数量不给力，就连吨位也不能比较，所以中国多建一点航母来保护自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所以美国的满篇瞎话，越南媒体究竟为什么真的信了呢？越南媒体不仅相信了，还找到了更多证据，比如在过去20年，中国海军舰船几乎翻了3倍，并且预计在以后，中国还会将驱逐舰数量再增加1倍，并且增加更多的055大驱、075型两栖等。而且中国还在建造自己的第3艘拥有和美国福特级一样的先进电磁弹射装置航母和第4艘航母。这就再加上越南近期的动作了，比如越南最近和印度的频繁互动，而印度又和美国有那么点暧昧关系，再加上一些小心思，可不就头脑劲儿一冲，信了这个邪。所以最后要说的一句就是，人呢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别总是搞小动作，不然那可不就是要心虚了吗？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上突然发出了这样一篇文章，其题目是最新数据分析称，超音速武器只是海市蜃楼。这一篇文章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毕竟，高超音速武器作为现阶段被所有人认同的超级武器，其作战能力是被所有人认同的。如今，美国人却一举推翻。为什么说高超音速神话被破？美国科学家如何得出结论？从报道中了解到，这2位美国科学家分别是麻省理工核安全和政策物理学家，以及剑桥的私人团队材料科学家。他们最近的一次新发现就是关于如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据悉，2位中的物理学家认为，现在主流声音的说法是高超音速武器滑行飞行器或者导弹是能够以每秒超过5英里的速度，并且在大气曲折中不被发现，被说成是全球军备竞赛中的大事件。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是一个虚假广告，因为广告比实际功能更为虚幻。而这些依据是从他们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表示高超音速武器是当前几代的天基传感器和预警卫星等现有的手段就能够有效拦截并防御。而这个结论是美国人基于自己研发的一种超音速技术载具2进行的。从名字上看，这就是一个超音速试验。但是高超音速和超音速可是2个不同的概念。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就比超音速更快。目前所有在研究高超音速的国家透露出的最大飞行速度都已经基本达到了18到20马赫，甚至是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这2位科学家的结论，在美国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美国军方官员就认为这并没有实际性质的意义，所有依据都是过时的数据。还有一位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首席发言人贾里德·亚当斯表示，由于高超音速技术的机密性，他们并没有公开讨论当前能力的自由。这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就是造谣，但也确实从侧面说了这并不值得取信。所以对于美国这2位科学家的结论，只能说连自己人都不看好，这个结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为什么说高超音速武器背后原因有点意思呢？有意思的是，这次美国人为什么突然跳出来说高超音速武器是个被过于神化的海市蜃楼呢？主要就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个正式服役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就连俄罗斯都要排在后面，甚至印度都说自己成功试射了1款高超音速武器。而美国到现在虽然研究了6款，也有成功的，但是依然在这一方面有点落后，导致大国自尊受不住，有点心理不平衡，或者说是嫉妒了，就只好通过贬低高超音速武器来表达，就算你们研究得快，也并没有什么用，以美国现在的手段就可以轻易的拦截这样的意思。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代战争已然变成了信息化战争，作战双方实施的是网络战，是体系对抗。无人机作为空气作战体系中信息获取、中继、传输甚至作战的主要装备，在侦察、监视、攻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无人机大战中，又衍生出来一个更为危险的武器系统——无人机蜂群。日前，据印度经济时报最新报道称，印度在迎来第73个建军节之际，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了一场阅兵式，其中首次展示了一种进攻型无人机蜂群系统。据报道介绍称，这次印度展示的无人机蜂群系统由75架无人机组成，可以执行自主识别和攻击目标的自杀任务。除此之外，在该次阅兵式中，蜂群无人机还模拟了向地面部队提供补给。印度陆军表示，可以通过75架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蜂群系统空投600公斤以上的物资，从而降低支援难以到达地区的部队的风险。对于无人机这样的功能展示，我们并不陌生。此前我国就曾展示过用无人机运用食物，包括火锅的先例，而执行攻击任务更是不用说，中国的无人机已经在中东地区经历过大量的实战检验。不过这样的一次行动对于印度而言却是意义非凡。除了是首次展示外，印度方面还表示，这次展示是对印度陆军不断接受新兴和破坏性技术的认可，标志着印度陆军在武器平台上实现自主权的尝试开始。对于这一说法，世界并不买账。我们知道，印度政府于2014年推出印度制造政策，如今已经过去6年，印度竟还称是实现自主的尝试开始。不知道印度这是第几次开始尝试。更加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的是，印度网民对于这次无人机蜂群展示的反应。印度时报网友表示，印度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先进战机、坦克、直升机，现在还有无人机。莫非该名网友口中的先进战机指的是光辉战机，先进坦克指的是阿琼主战坦克？
随后更有别国网友扒出了一些穿帮镜头，称通过视频慢镜头，他们发现印度展示的风群无人机还没有碰撞到目标，事先自己买好的炸药就爆炸了。尽管这些消息目前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是从印度网友和别国网友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反应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印度离武器国产以及超级大国梦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